美国曝光中国万亿芯片计划，国家牵头逆袭，换道超车碳基芯片获重大进展。中国洗牌良机到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些年，即使中国科技迅猛发展，但一直还有个心病——芯片。自1954年硅晶体管问世，并成为集成电路技术主流，我们在这条路上要补的课太多了。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耗国，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而最近，美国曝光中国正推动一项万亿美元的芯片逆袭计划，而且这次要换道超车。在6月18日，美国彭博社报道称，为了发展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中国政府高层正推动一项芯片对抗计划，并预留了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挂帅主导。而该计划的核心不再围绕追赶传统的硅基芯片，而是聚焦新兴的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早在今年5月，刘鹤就牵头召开了技术工作组会议，讨论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的方法。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技术有何意义？中国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传统上，芯片都是基于硅片制造，往往伴随着摩尔定律，其集成电路上能容纳的晶体管数每18个月增加1倍，性能提升1倍。但经过了60年开发，摩尔定律已经奄奄一息，基本上快到了物理极限。还有一条路就是跳出硅基芯片的束缚，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用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发展全息芯片，就是碳基芯片。第三代半导体具有更宽的近代宽度、更高的导热率、更大的电子饱和漂移速率、更高的抗辐射能力等特性，目前都处于研发阶段，没有任何公司或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去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彭练毛曾披露，经过20年的努力，北京大学与北京市联合创建的北京元芯碳基集成电路研究院团队，已经成功把碳纳米管半导体纯度提升到99.99995%，并在4英寸晶圆上制备出密度120每微米、直径分布1.45正负0.23纳米的碳纳米管阵列，理论上达到超大规模碳纳米管集成电路的需求，而且在真实电子学表现上超过传统硅基产品。不过，下一步90纳米的碳基 CMOS 先导工艺开发还有更多工程性问题，而工程问题需要大量工程试验来解决。而这次国家主导这项逆袭计划，似乎说明八字已经有一撇了，但还需要国家统筹计划迅速出成果，而中国举全国之力的项目基本都会实现。向来说到做到，在新技术路线上，中美在同一起跑线，这是中国逆袭重新洗牌的良机。为何说美国再次逼解放军打仗？20号当天晚上，一条消息惊爆了众人的眼球：美国打的是什么主意？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拜登在接连参加G7峰会、北约峰会以后，紧接着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晤，不仅放下身段，抵死不认当初说普京是杀手的话，还试探普京能否联手对抗中国，可谓是小心思比头发还多。不过，在这样忙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继续加深地缘影响，来针对中国。据媒体报道，在20号当天晚上，美国向台岛捐赠的疫苗，乘坐从田纳西州孟菲斯起飞的华航客机，终于到了台岛，并且赠台的疫苗还比预期数量高了3倍。这很显然是美国对两岸关系挑拨力度的再次提升。美国国内虽然囤积了不少的疫苗，但是美国在给别人疫苗上却十分小气。就比如印度，美国原本答应好好的疫苗，在时间的推进下，从最开始的8000万剂，到如今只能和好几个国家共同分享600万剂，反而是岛内。这次美国可以说是大出血，不仅给了疫苗，还比最开始说的数量高了3倍，凑齐了250万剂。这数字究竟有没有贬义就不知道了。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之前美国还向一个拥有140万人的国家捐赠80瓶240剂疫苗，有这个先例对比，美国这次确实是出了大血。那么至此问题来了，能够让美国如此出大血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美国一个官员向路透社表示，美国这回援助的疫苗可是丝毫不附带政治条件，顺便还指责中国不给疫苗等等，然后又说美国的行动有多高尚。所以这潜意识中不就是说让台岛必须坚定跟着美国走吗？挑拨两岸关系，阻止中国统一吗？说句不好听的，美国这就是在逼中国打仗，逼解放军两招。而且路透社分析，美军加量捐赠疫苗 HIA， 是因为美国想要同岛内合作、电子芯片等和中国进行战略比拼的领域继续压制中国，因为岛内的企业是全球芯片的主要生产商，这不仅对中国重要，同时也对美国十分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岛内知道吗？据悉，在美疫苗即将到达岛内的时候，岛内例如蔡当局手下的一批人就已经开始拼命地摇旗呐威，其中朱立伦还声称只有美国才是真朋友，这一切着实可笑。不说岛内约2350万人口的数量，这250万剂基本上就是杯水车薪。就美国捐赠疫苗一事，给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基于挑拨两岸关系的问题，
美国就其罪当诛。既然美国率先挑衅，那么中美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早前解放军就曾发布了准备打仗图片，很显然，这已经证明解放军做好了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并且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应对这些突发状态。如美军胆敢挑衅，那么只要踩到中国红线，那么解放军想来也不介意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毕竟痛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是痛。当前台海局势在美国的怂恿之下，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紧张的地步。为了阻挠中国统一，美军在最近又一次对台输出武器装备。不过，随着这批武器装备的曝光，也暴露出美国的战略构思。事情最开始是在几天前，也就是17号，我国台湾省地区防务部门的一则招标公告中指出，台军已经和美国军方达成一致，签署了2份军购合约，总价值近新台币500亿元，约合人民币116亿元。而消息爆出的2天后，也就是6月19号，美媒相关消息确认，该军购合约已经开始生效。据美媒透露，台湾这一次采购的美军装备主要集中在远程打击系统上，以及大批量的导弹，其中就出现台陆军引入美军的11套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64枚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战术导弹。此外，美国还对台出售了一批鱼叉暗防导弹系统，包括了400枚陆基的反舰导弹、4枚训练弹、100辆鱼叉专用的暗防导弹发射车，以及25辆雷达车。有观察人士指出，从军售情况来看，美国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无遗，就是想要利用远程打击、干扰甚至是阻挠解放军的登岛行动，拖延足够的时间，等待美军及其盟军的海上力量入场，遏制中国统一。此前，美国五角大楼高级专家克里斯·奥斯本就曾透露，五角大楼一度制定了一系列围绕台海的对华策略，其中有一条就是在东南亚地区尽可能的分散部署远程打击力量，重点照顾台湾海峡，防止解放军登陆夺岛，或者说对解放军造成更多的伤亡，延缓其夺岛的效率。而如今从美军对台出售一系列远程打击系统的武器装备来看，美国显然是在沿用这一套战略部署。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这一次对台军售也暴露出了内心里的一些想法。首先一点就是并不会出售太多涉及关键技术机密的武器装备，这其实也是担心一旦被解放军登陆成功，这些未来得及使用的武器装备就成了我军缴获的战利品，一些高度机密的军事技术被我军破译。其次就是美军自己内部可能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果中国真的动手完成统一，那么美国是否真的需要派遣大批量的部队来大洋彼岸打一场很可能会输的战争？但是不得不承认，随着美军对台军售的进行，我军在统一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危险也会越来越大，统一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可以说统一已经刻不容缓。解放军东海实弹演习，美军侦察机立马闻风而动，是什么让美军如此重视？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美国认为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打压，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军事上也是疯狂制造威胁论，拉拢盟友围堵中国。这不，我人民解放军刚宣布进行实弹训练，美军侦察机就如同闻到腥味的猫一样，立马就赶了过来。据浙江海事局发布公告显示，6月21号至24号，人民解放军东海海域进行为期3天的实弹射击训练。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消息，6月24号，一架可疑的军机盘旋在我国东海上空，正好是解放军演习期间。据了解，该侦察机为美军 RC-135S 电子侦察机，是美军用于进行弹道导弹数据监测的主要机型。虽然以往美军经常派遣侦察机对我国进行监视行为和挑衅行为，但大多都是来了就走，这次却一反常态，对我国实弹训练针对性的进行数据收集，可谓是用心良苦。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近期离开了亚太地区，前往中东协助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在此以后，美军在亚太地区陷入了没有航母使用的尴尬局面。美国海军宣布将刚刚进行升级维护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派往亚太，弥补罗纳德里根号离开之后的航母空缺。而中国在弹道导弹方面的发展已经超乎美军的意料，特别是在中程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方面，中国的技术已经领先世界。中国目前不仅拥有令美国海军头痛的东风 26D， 更具有美军目前没有有效拦截手段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对于中国的这些弹道导弹，美军还是非常忌惮的。所以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即将前往亚太的时候，美军对于解放军在东海的亮剑行为无比关注，不然美军的侦察机不会闻风而至，对解放军进行侦察窥探。
其实，这正是美军心虚的表现。美国又想在中国附近海域耀武扬威，对中国进行围堵挑衅，又害怕彻底惹怒中国，受到中国的报复。对于中国的导弹技术如此害怕，以至于时刻关注，体现了美国在面对中国时越来越不自信。这也从侧面证明美国霸权主义的衰落。在这里奉劝美国收敛行动，不要试图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虽然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并不代表中国人民懦弱。人民解放军在维护祖国主权和利益的时候是无比坚定的。任何挑战中国人民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人民解放军凌厉的反击。